为了报答村里大伙对我的恩情，我毅然决然地辞掉年薪100万的工作，回村建了电子厂。可令我没想到的是，企业刚走上正轨，有点收入，村民们便迫不及待地要求我涨工资，并说我就是个白眼狼，只会压榨他们。殊不知，我给他们开的工资是10里8乡最高的，可他们却并不领情，反而处处给我找麻烦。无奈之下，我只好将厂子还给村里，并将当初从银行贷款的那300万也一并放到了转让合同里。村民们见我真的放弃了厂子，个个都欢呼不已，以为自己马上就能挣到大钱了。可他们不知道的是，这些订单是我一个一个指导着做完的。现在没有我这个专业人士，我倒要看他们怎么交货。云白村背靠云白山，几十年前在地底下发现一座煤矿，国家派好几支工程队前来采矿，以极为不菲的薪资雇佣大家做矿工。村里坐拥煤矿这实富了几年，可惜好景不长，煤矿开采殆尽，工程队满载而归，留下一大片被破坏的耕地，滚滚浓烟和满地工业废料。见识过大钱，青壮年都失去了踏踏实实种地的心气，都去大城市发展了。我凭借自己的知识眼界和政策扶持，以及些许人脉，找银行借来低息贷款，盖起了电子厂，配备好了流水线。厂子落成那天，我找到村长落实减税政策，闲谈中偶然聊到了工人待遇，村长求我帮帮村里，提升些福利待遇。念着小时他们对我的好，我满口答应。不过我还是留了一手，给出了底薪800加全勤加高提成的方式。他们若是想干，1个月3000多块钱还是能拿到的，这在农村是一笔极为不菲的收入了。他们若是喜欢磨洋工，800块钱就当作慈善了，毕竟得到了政策上面的扶持，而且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，面子里子都好看些。这些年我跑前跑后，找银行落实低息贷款，定期维护设备，注册品牌商标，制定营销策略，直播带货。资金链紧张时，我动用大学的人脉，自己借钱抗风险，却把足额工资定时打在村民们的存折上。在我的带领下，村里的生活都有了极大改善，在外面打工的年轻人也陆续回来，眼见着云白村的生活蒸蒸日上。可这天等应酬了一天，浑身劳累的我回到家里时，却发现村里很多人都在我家等着。大家聚集在这里，是厂里出了什么事吗？不是厂里的事儿。不是厂里的事，我心头有一股不好的预感。还装？大卫，你小时候虽然调皮些，倒也算得上淳朴善良。就是，没想到出去读了个书，本性却变了，竟能做出这样的事儿。我干啥事儿了？不是我干啥事儿了？把话说清楚啊！大卫啊，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出去读了书厉害了？觉得我们看不出来？你是把我们当作随便可压榨的工具？给你一个资本家敛财？请问我压榨谁了？隔壁村种地，一年下来收入也不过2-3千块，在我厂里上班，1个月抵他们1年的收入。而且你们一个个40来岁奔50的人了，有值得压榨的价值吗？还资本家，贷款给员工发工资，哪个资本家能做到这一步？唉，要不是今天张科带我们算了笔账，我们现在还被你蒙在鼓里呢。就是，谁知道你挣了这么多？就是。前些天村长来找我，说张科开车是一把好手，想在我这里谋个差事。我于是便带着他熟悉了去园区购买电路主板、电信电容的事，让他负责采购。结果出去跑了一趟，转头开始算我的账。我气笑了，一屁股坐在沙发上。来，他是怎么算的？说给我听听。说就说。张科说他去进货的时候，一个啥 MP3 的原材料一共也就10块钱，你转手一卖29块。像充电宝其他东西利润不像 MP3 那么夸张，但均下来一件10块钱得有。按我们厂的产量，1个月利润100万绰绰有余。但你只给我们发了55万，剩下大几十万自己揣兜里，钱都给你了。厂里脏活累活都让村里的老人干，可真有你的！就是你在后面脏活累活让老人干，越听越觉得荒谬。村里的长辈们一辈子在地里忙活，没接触过电子行业，别说跟厂家谈设备修、搞品牌注册了，就算我手把手教他们，他们也未必能懂。流水线上的活虽然要动手，但车间里有电扇，中午管饭，一天只干8个小时，比在太阳底下种地轻松多了。刚开始你们还总跟我念叨活钱多，怎么才过了没多久就变了说辞？张科人呢？敢在背后嚼舌根，不敢当面对质，是不是？怎么的？我说的就没错，你就是一个可恶的资本家。乡亲们，这个张威就是可恶的资本家，说是要带大家一起致富，可结果呢？你们给他打工，他一个人当老板，年入几百万。年入几百万，好大的口气！你们天天干着脏活累活，他却天天开着他那几十万的奔驰，整天往县城里的大饭店商 K 跑，好不快活吗？呵。他那辆车几十万的车，那是我们的血汗钱啊！我们流的血汗都变成他车上的一个零件。念在面前的人都是长辈，还是好好解释吧。乡亲们，事情不是这样的。我每次去县里的大饭店和商 K，
都是在招待银行经理，同时给他们讲述我们厂的光明前景。他们被伺候舒服了，又觉得我们厂行，借出钱不会成烂账，才肯贷款。我们以后建新厂或扩展生产线，才能更快的落实低息贷款。那辆奔驰也是我见客户的华装门面的必需品，若不是豪车，我和他们谈生意时天然就被蔑视，合同谈不下来的。而且这辆车也是靠贷款买的，现在还没还清呢。别听他胡说，我专门了解过，银行低息贷款是国家政策，哪儿需要那么多应酬？现在是新媒体时代，挣钱哪有那么难？直播带货，镜头往那一摆，嘴巴一张一闭，钱就哗哗来。他是风光了，不过靠的是你们的血汗钱。他就是想让你们给他打工，他自己当老板，该给你们的钱都进了他的口袋，不是你们离不开他，是他离不开你们。这个自以为是的蠢货，跟他们解释再多也没用。村长，你觉得呢？当初是你连夜求我带着云白村致富，咱们现在发展成什么样，你也知道。刚开始建厂生产的时候，你们都不懂，培训费也是我出的，我自己一个人付机械定期检查、注册商标、打造品牌、产品质量控制，资金链紧张的时候，还是我自己贷款给你们发的工资。村长，我说的这些哪一句是假的？咱一开始产品没卖出去，我和商城陪酒送礼谈成一笔大生意，我们厂才逐渐好起来。这些你都和我一起，你都是知道的。村子发展成这样，不是你们磨嘴皮子的功劳，是我张威独自扛起压力努力得来的。你别激动，张威，我知道你刚开始不容易，我都知道。但是你看现在，你这不是富裕了吗？张科说的也有道理，我见过你工作没那么辛苦，拿那么多钱确实不应该。不应该？你说这么多，到底想怎么样？也不要你咋样，就从你牙缝里抠出一点点给大家。现在一个月工资不是底薪800吗？涨到2000就行。涨到2000？我从来没想过他会这么狮子大开口。云白村生态被破坏以后，你们种地每个月也就1000把块钱。我建厂以来，只要你们想干，随随便便拿3、4千的工资。随着厂子步入正轨，我也涨过2次工资，不过是涨在了全勤奖和提成上面。没想到他们还不满足，一张口就是每月2000的底薪，真当我做慈善来了？合着该我亏钱做生意呗？不可能，你这小子就是没良心！你小时候我们也是看着你长大的，还隔三差五来我地里寻瓜吃，我们没跟你计较过。现在你这么斤斤计较，合着我们每个月赚3000，你赚几十万，给我们涨工资都不行。你小子良心真是被狗吞了！说是响应政策号召带我们致富，结果就是让我们给你打工，你赚这黑心钱安心吗？就是，要不是我回来了，还发现不了这些问题呢。咱俩都读过书，你的书念到狗肚子里去了，让这些叔叔辈、爷爷辈给你打工赚钱，你要不要脸啊？要是我带着大家致富，我干什么都是应该的。那些都是你该做的，还在这里叫苦。比起你赚的那些黑心钱，这些苦算得了什么？何况这些人还都对你有恩，都是应该的。你是觉得很简单是吗？对啊，换我也能做。这样吧，既然你不愿意涨工资，那你就把账上的钱起码200万吧，分给村民们。你那个厂子就交给村里，让我来经营，我绝对毫无怨言的带村民们致富，绝不多拿。他跟着我跑了几趟供应链，就以为自己能管好一个厂，原来涨工资是假，想要我的厂子才是真。你这没安好心的东西，给我滚！别动手！别动手！这就是我拼命报答的人。村民们见我流了血，也慌了，一个个低着头就往外走。张科临走前还不忘放狠话：“你等着，你这么对大家，等所有人都罢工，看你的厂子怎么开下去。你记住，不是你帮我们，是我们帮你。”等人都走光了，我才踉跄着往村卫生室走。天哪，你这是怎么了？缝针的时候没打麻药，针头在皮肤里穿梭，每一下都像火烧一样疼。我死死咬着牙，没哼一声。剧烈的疼痛反而让我清晰地思考，他们给我上了一课。我小时候父母离异，母亲出走，只剩父亲外出打工，靠微薄的工资糊口。花生熟的季节，我望着绿油油的花生地，想着鲜嫩欲滴的花生直流口水，但我不敢拿。待地主人犁过一遍地，将卖相好的花生都收了之后，我才在地里刨出零星几10颗沾满泥土的贫瘠的花生。大家知道我家里的情况，都默许了这样的行为。虽然拿的都是人家剩下不要的，我却依旧视这份情谊为恩赐。因此村长就算不来找我，我也会尽我所能帮大家。我懂得感恩，他们却成了养不熟的白眼狼。我早该知道的，有钱能使鬼推磨，利益是腐蚀人性的毒药。这些年的恩情我早就还完，我心下无愧。隔天清早，我去工厂逛了一圈，如我所料，很多工位上空空如也，剩下在工位上的人也时不时发呆一会儿。我压抑着郁闷，笑着询问那些人缺勤的缘由，他们七嘴八舌解释。李叔去县城医院检查身体了，张叔拉西瓜去城里卖了，还有去看果园的，怕被人偷，还有去隔壁村下棋看戏的，一个像样的理由都不编，演都不演了。脸皮在昨晚已经撕破了，有些话我就直说了，念在初犯，这次就当请了一天短假。这个月500块钱的全勤奖就别想了，以后若是我没批假而缺勤，视为无故旷工，1月旷工3次，直接开除。没有人说话，
他们眼神中闪烁着莫名的义务。到了第二天，矿工的人非但没有来，反而更多了。估计来上班是假，看我发不发飙才是真。他们更愿意听信张科的话，以为我没了他们不行。李叔、村长作为自己那一脉辈分最高的人，私下碰一次头扯几句，觉得我不懂事儿，转头就能撺掇起自己那一姓氏的人跟着他们一起罢工。关键是所有人还真听他们的，这就是村镇。辈分与人情比道理管用得多，深感无奈和愤怒。流水线虽然停滞了，但今日是我和商城预约好交货的日子，交易还得继续。张科自然罢工了，我只好自己去停车场准备用皮卡去县城。当我来到停车场，眼前的一幕让我如坠冰窟，地上满是破碎的车窗玻璃，所有的车子轮胎都被扎爆了，车身上一道道刺眼的划痕。那辆昂贵的汽车也不翼而飞。他们想要用这种极端的方式来使我屈服，给他们涨工资？不，他们想要的不止这些。人的欲望就是高山上的滚石，一旦开始就不会停下。就算我今日给他们涨工资，他们也不会认为这是恩赐，反而会以为是我被拿捏住了，后面还有各种手段让我满足他们的条件。以德报德，以怨报怨，向来是我的准则。眼下众人没有给我留一丁点活路，那我也不用再留任何情面。既然他们还认为我占了便宜，那我就快刀斩乱麻，斩断所有瓜葛。我果断报了警，监控拍得清清楚楚，破坏车辆、盗走车子的是同一个人，李叔的儿子。我就是看不惯黑心资本家压榨村民。钥匙跟张科喝酒的时候偷过来的。车库和车的钥匙只有张科有，要说背后没有村长的手令，我是不信的。大威，都怪你随意克扣大家工资，我儿子才为大家讨不公的。我扣矿工人的全勤奖，被歪曲成随意克扣工资，他破坏公司财物，就成仗义讨不公了。我不接受调解，我相信警察同志能依法判决。期间村委会来找过我很多次，也和警察同志聊了很多次，不过由于我态度坚决，结果没有任何改变。盗窃罪、破坏他人财物罪两罪并罚，判处2年有期徒刑。至此，我和村里的关系也彻底降到了冰点。所有人都对我怒目而视，当面嘲讽我白眼狼。曾经和睦相处的乡亲，如今彻底闹僵，我的心里并不好受。尽管我提前做好了心理准备，也做好了离开云白村的决定，我找到村长签合同，合同注明电子厂一切归集体所有，但银行的300万贷款也需要集体共同偿还。村长大喜过望，在他看来，这电子厂1个月净利润随随便便达到100万，只需要3个月就能还清贷款。以后这电子厂就是他的摇钱树。好，签了这合同你可不能反悔。村长兴奋地搓着手，忙不迭地盖上村委会的章，捧着那一纸合同傻乐。张科见到合同条款也兴奋异常，信誓旦旦：爹，你就放心吧，我也是城市回来的，这厂子我运营肯定比大威好1万倍，要不了2年，咱就是村里首富，不，县里首富。好儿子，爹信你。我看着喜气腾腾的父子2人，心中冷笑。我倒要看看这个厂子缺了我该怎么赚。听闻我要走的消息，村里人竟奔走相庆。大威可算要走了，天天把俺们当奴隶使唤，高高在上跟什么一样？大威一厂子就是咱的，1个月100来万，咱不随随便便分个7、8千？就是张科接手，说不定赚的比大威多得多呢。张科可是大专生，读过书的。大专生，读过书，祝你们好运。一天晚上，隔壁村长敲响我家的门。是大威吗？我有些疑惑，如今我好像丧家之犬，即将搬走，不知谁会此时来敲我的门。我打开门看向来者，他穿着一身皱巴巴的青大褂，洗得有些发白，黢黑的额头上布满皱纹，眯着的小眼中却透露着一股精气神。娃，咱能往里头坐坐不？您请进。叔，喝口茶。大威，咱是龙井村的村长，找你来是想和你商量点事儿。叔，您直接说就是。大威，俺们村想请你过去，咱知道你在云白村受了委屈，可咱村实在没法了。这是咱家老婆子自己炒的龙井，不值啥钱，但干净。这双手是种了一辈子的手。咱们村比云白村还偏，就靠种点茶叶、玉米糊口。年轻人都走光了，剩下的都是咱这样的老骨头。咱也不图一步登天，就想跟着你学个手艺，哪怕先整个小作坊，能让村里老人有口饭吃就行。你要是嫌麻烦，俺们给你出工钱，按月算，绝不亏你。说着就往我手里塞钱，是一沓皱巴巴的零钱，最大面额才50。我看着那沓钱，又想起云白村人指着我鼻子骂黑心资本家的模样，鼻子突然发酸。小时候在云白村刨花生，李叔家婶子还会塞给我2个煮鸡蛋，可如今那些温情早被利益磨没了，倒是素不相识的龙井村人还带着这份淳朴。我把钱推回去，拿起那罐茶叶。叔，钱我不要，这茶叶我收下了，帮你们可以，但有个条件。您说，我说的话你们得听，不能像云白村那样，日子刚好点就瞎琢磨。那可不，你是行家，咱都听你的。你要啥场地啥工具，咱连夜给你倒腾。隔天我去龙井村时，村口早就聚了一群人，村长拉着我给大伙儿介绍，
大伙儿，这就是张威娃，以后咱村的电子厂就靠他了。往后谁要是不听张威的，就是跟我作对，跟全村作对。人群里立马炸开了锅，却都是热乎话。张娃，俺知道，上次俺去云白村赶集，见你厂子了，怪壮观哩。俺家小子在城里电子厂打过工，回头让他跟着你学。中午去俺家吃，俺杀只鸡。心里暖烘烘的，盛情难却，得尽快投入工作。村长，带我去看看场地吧。老村长带人把村头废弃的小学腾出来，先搭建一个简单的厂房，并对村民进行相关技能培训。而我则开车去县城，辗转奔波，联系银行、施工队、设备供应商、商城等等，进行了几十次应酬，喝下无数苦酒，赔付多次笑脸，终于打通各界关系，敲定一笔笔合同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当我对老村长说我要去找银行贷款时，这位淳朴的老人还忧心我借不到钱，要把村头10几亩果林抵押给银行。我笑着摆摆手说不用。随后我转移话题，聊起厂子的建设和未来规划。老村长听得不亦乐乎。村民们听我规划的条理清晰，所说的又是他们从未关心过的东西，不免有种大开眼界、云里雾里的感觉。而当我借来启动资金，银行卡里的数字摆在面前，他们先前的惊奇便全部转化成了敬佩。大威，这是俺孙女阿冉，学会计的，你让她跟着你学学。张哥好，会计专业正合适。阿冉，以后你负责管账，往总会计方向培养。我一定好好学。她作为村长孙女，向村民们解释资金用途时容易令人信服，这也算是我从上次失败中汲取的经验吧。随后，施工队来村里选址建厂，员工技能培训，设备采购，在我有条不紊的安排下，一切都在蒸蒸日上。你们知道不？云白村那个厂子换人管了。云白村的消息，张科接手后，第一件事就是把底薪加全勤加提成给改了。改成啥了？固定工资。说哪有那么多规矩，干够8小时就给钱。固定工资，好一个干够8小时就给钱。结果没了提成，村民们渐渐都开始磨洋工，组装的 MP3 要么没声音，要么按键失灵。更糟的是，张科不懂设备维护。之前我每周都要请师傅来检查流水线，他觉得浪费钱，硬是把维护费省了。没出半个月，最核心的焊接机就坏了，找修理工来修，开口就要5万块。张科舍不得，自己瞎鼓的，结果把机器彻底搞报废了，整条流水线都停了，货不单行。蓝岸商城那边催着要货，张科没办法，就从二手市场淘了批旧零件，组装完直接发过去。没过几天，退货的电话就打爆了，说是 MP3 漏电，还有人差点触电。蓝岸商城直接取消了合作，还要求返还当时的定金。我听着这些事，心里隐隐有快意。当初签合同的时候，我就跟村长说过，设备维护和供应链是厂子的命，可他们眼里只有1个月100万利润，哪听得进这些？这天，我正在龙井村调试新到的检测设备，听到外面有吵吵闹闹的声音。我好奇出去，就见云白村村长领着李叔、张科几个人站在村口。大威啊，俺们是来跟你商量事儿的。就是，你看你在龙井村过得这么好，也别忘了老家啊。就是啊，大威，之前是俺不对，俺年轻不懂事，你把厂子再拿回云白村，俺给你当下手，啥都听你的。想起当初被推到石桌上流血的场景，想起被扎爆轮胎的车，我们之间没商量的，合同是你们签的，贷款也是你们要还的。现在想起我了，晚了。你个白眼狼！要不是俺们当初让你在村里加厂，你能有今天？干啥呢？你们自己留不住人，跑我们村撒野？你等着，你早晚得后悔。终于走了。没事，有我们在，必保你安然无虞。他们要是再敢来，看我们怎么收拾他们。这份情比什么都珍贵。好，有你们在，我放心。日子一天天过，龙井村的电子厂越来越顺。我把云白村的教训记在心里，每周都给村民做培训，还教年轻人做直播带货，不是张科那种瞎吆喝，而是实实在在展示组装过程，告诉大家每一个零件都是怎么选的，质量怎么把控的。慢慢的，直播间的粉丝多了，订单也越来越多，村民们的工资从一开始的3000慢慢涨到了4000多，有的年轻人还主动从城里回来，想跟着干。反观云白村，日子越来越糟，银行催着还300万贷款，村长没办法，只能把厂子抵押出去，可没人愿意要一个没设备、没订单的空厂房。最后银行把厂子查封了，村民们没了工作，又只能老老实实扛着锄头去种地，回归到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，起早贪黑，看天吃饭，收入微薄。当然，种地并没有什么不好，但进厂当工人更加海阔天空嘛。有一次我去县城办事，碰到了云白村的一个年轻人，他低着头跟我说：“大威哥，俺们都知道错了，当初不该听张科的，
你要是愿意回去，俺们都听你的。回去？还能回得去吗？不是我不回去，是你们当初没给我留回去的路。龙井村的人信我，我就得对得起他们。转眼到了中秋，龙井村办了场大宴席，就在场子旁边的空地上。村长端着酒杯，老泪纵横地说：“俺们龙井村能有今天，全靠大为。以前俺们村穷，年轻人都走了，现在好了，场子办起来了，娃儿们都回来了，家家户户都有存款了。俺代表全村敬大为一杯。敬大为，敬大为！大为，别走了，在俺们村安家吧。安家？张哥，趁热吃，俺妈炖了一下午。这味道像小时候李叔家婶子塞给我的鸡蛋。”看着孩子们在一旁追着跑，突然觉得心里特别踏实。当初回村创业是想响应政策，也想圆自己的念旧梦。虽然在云白村栽了跟头，但在龙井村，我终于找到了想要的，不是赚多少钱，而是和一群懂感恩、肯努力的人一起把日子过好。宴席吃到一半，老村长拉着我的手，醉醺醺说：“娃，其实阿软早就看上你了，你要是不嫌弃，就在俺们村安家，村头那10几亩果树都是你们的。”我看向阿软，火光映射下，脸蛋红红的，一脸娇羞。我笑着点头，眼眶却有点湿。月光洒在院子里，洒在村民们的笑脸上。这才是我想要追求的生活，不是一个人单打独斗，而是大家心往一处想，劲往一处使，才能把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。后来龙井村的电子厂又开了分厂，专门做手机配件，还带动了周边几个村一起干。有人问我会不会再回云白村看看，我摇了摇头，不是记恨，而是有些路走过去了，就该往前看。云白村的教训是给他们的，也是给我的。人性里的贪婪要不得，唯有真诚和信任才能走得长远。现在的我每天早上起来都会去厂子看看流水线，跟阿软唠唠家常，晚上跟年轻人一起研究新的产品。偶尔想起云白村，也只剩一声叹息，但更多的是对龙井村未来的期待。我相信只要大家伙儿一起努力，龙井村的日子只会越来越好。